一个人坐上了审判席。贾雨村第一回里那个住在破庙靠别人资助才进京赶考的穷书生，他中了进士，做了官，被革职，飘了几年，现在靠贾府的关系重新启用，补了应天府知府。到任第一天，桌上有一桩人命案，有人为了争买一个女孩子把人打死了。女孩12、13岁，被拐子养大，没有来历，没有身份。贾雨村认得她。7、8年前，他有父亲，有家，有名字，他叫英莲。他父亲甄士隐是那个在贾雨村最穷时送他50两银子和2套冬衣的人。现在英莲在他的案卷里一个标的物，他翻了这一页。有一种背叛不需要恨意，你只需要刚好坐在一把椅子上，而做正确的事刚好会让你失去这把椅子。你不需要说服自己，不需要找理由，你只需要不动。大多数人的沉沦不是堕落，是一次不选择，是那个算了的瞬间。曹雪芹在第4回写了一个人的算了。第4回，贾雨村到应天府上任，首案急狱，英莲被抢，命案原告冯渊已死，被告薛蟠在逃，门子递上一张本地权力网络图，护官符。贾雨村据此判案，薛蟠脱身，冯家拿钱，英莲被默认留在薛家手里。判完之后，贾雨村把门子冲发远了。贾雨村坐上知府的第一天，就遇到了一个他不想见的人。门子，衙门里跑腿的最底层小吏。这个人迎上来请安，笑道：“老爷一向加官进禄，8、9年来就忘了我了。”贾雨村不认得他。门子提醒：“葫芦庙，我就是庙里那个小沙弥。”葫芦庙那是贾雨村一生中最不堪的几年，没有功名，没有钱，寄居在一座破庙里，靠隔壁甄士隐偶尔周济度日。这个小沙弥见过他所有的落魄，现在这人站在他的衙门里，是他的下属。见过你最穷的人突然出现在你最体面的时刻，贾雨村的反应值得细看。他忙携手，笑着寒暄，笑，但心里记住了这张脸。一个人可以爬上来，但爬上来之后，他最怕的不是新的敌人，是旧的见证者。贾雨村刚要升堂审案，门子使了个眼色，把他请到密室，递给他一样东西，一张纸，本地官员代代相传，非正式不入党的那张纸，护官符，上面4句顺口溜：假不假？白玉为堂金作马，阿房宫300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室。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贾、史、王、薛4大家族。门子告诉他，这4家皆联络有亲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不是4个家族各自兴旺，是一个系统的4条根。贾府的当家媳妇王夫人是王家的女儿，王夫人有个妹妹嫁给了薛家，就是薛蟠的母亲薛姨妈。王夫人的内侄女王熙凤又嫁回贾家管事。3桩婚姻把贾、王、薛3家织成一张网，打死人的薛蟠是贾府当家人的亲外甥。贾雨村听完明白了一件事，他这个知府的位子是贾府给的，他坐在贾家的椅子上审贾家外甥的案子，椅子和案子来自同一个系统。案卷里那个被抢的女孩子，门子也认识。老爷你不知道，这被卖的丫头就是当日葫芦庙旁边住的甄老爷的小姐，那个叫英莲的。门子说得很具体，元宵节那年被人抱出去看花灯，一去不回，如今隔了7、8年，长到12、13岁的光景，那模样虽出落得好，倒也命薄。甄士隐把半生都丢在寻找和崩塌里，而他的女儿被拐子养了7、8年，养的目的不是养育，书里用了4个字：妒其容貌。拐子在等他长大，等他的脸和身体变成可定价的商品。3、4岁被抱走，12、13岁被标价，中间那7、8年没有人找到他，没有人来接他。父亲甄士隐已经跟着跛道人走了，消失在路上。冯渊先付了钱，约3日后来接，拐子转手又卖给薛蟠，薛家仆人把冯渊活活打死。他被拖进这一切，没有人问过他，从始至终他只有一个功能，被交易的标的物。死掉的买主叫冯渊，冯渊遇上了冤枉。书里写他本是个浪荡子弟，酷爱男风，醉艳女子，偏偏见了英莲就变了心，想正经买回去做妾，再不染恶习。他付了银子，定了日子，打算3天后接人。3天没到，薛蟠来了。薛蟠是什么人？丰年好大雪那一家的独子，薛姨妈的命根子，外号呆霸王，字面意思又呆又霸道。他看上了英莲，手下人就去把冯渊打了个稀烂，打完扬长而去，不躲不跑不善后。冯渊被打死了，薛家一走了之，尸首停了1年多，无人敢问。冯渊的名字就是他的一生，他缝上了渊，
这冤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，是因为他恰好和一个他惹不起的人想要同一样东西。前任知府不敢碰，如今轮到贾雨村。贾雨村第一反应是办。书里写他听完案情大怒，拍桌要发签拿人，这是他的直觉。升堂拿凶手，按律办。门子拦住他，老爷切莫发签，这件事须得用个护官符方能了事。然后给他看了那张纸，告诉他薛蟠是谁家的人，这条线牵着多少根绳子。贾雨村不作声了，然后开口，不是问我该怎么判，而是问如你所说，此事该如何了结。从大怒要拿人到如何了结，中间只隔了一张纸和几分钟不作声。他没有挣扎，没有犹豫，没有道德上的拉锯，他只是问了一个技术问题，怎么把这件事抹平。门子给了方案，薛家出钱赔冯家，告诉原告人死不能复生，留着银子度日。命案被抹平，薛蟠脱身，英莲不再被追问，他已经在薛家手里，判决只是承认这个结果。贾雨村照办了，但他多做了一步，结案之后主动给贾府和王府写信，将此事体面处了，回信恭喜。这不是结案通知，这是投名状，他在告诉系统，我为你们办了事，我是你们的人了。英莲呢？他认得他，他知道他是甄士隐的女儿，那个送他银子、送他冬衣、送他进京赶考的恩人的独女，他可以把他从案子里捞出来，至少不必把他判给打死人的纨绔子弟做使唤丫头。他没有，不是不知道，是知道了之后不动。案子了结，贾雨村还有一件事要做，那个门子他知道的太多了，知道贾雨村住过破庙，知道英莲是甄家小姐，知道贾雨村认出了他，却把他判给了薛蟠。整个判决的逻辑是他手把手教的，教的人永远是危险的，因为他既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也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。书里只写了一句，贾雨村寻了个不是，远远地冲发了他，找了个由头发配远方。不是杀人，是比杀人更滴水不漏的处理。人活着，但隔在千里之外，是个被冲发的犯罪身份，说话没有人信，你知道又能怎样？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坐标系里了。贾雨村清理掉了最后一个见过他旧面目的人，从此没有人知道他住过葫芦庙，没有人知道他认得英莲，没有人知道他判案那天犹豫过几分钟，履历干净了。第4回做了一件事，展示一个人进入系统的完整过程，从坐上椅子到遇见旧时，到看那张纸，到放弃判断，到写投名状，到清理见证者，6步，每一步都不剧烈，每一步都不需要他成为恶人，他只需要在每一个微小的岔路口上选那个对自己有利的方向。6步走完，他就是系统本身了。而英莲，那个名字里写着英莲的女孩，从此被叫做香菱，在薛家做一个没有来历的丫头，不再有人记得她曾经有父亲、有家、有名字。第1回，甄士隐把50两银子递给贾雨村，让他去考试。第4回，贾雨村把甄士隐的女儿递给了薛蟠，这2个递之间隔着一个人的全部变形。曹雪芹不写堕落，他写6个台阶，每一集都很浅，走完回头看，已经到了地下。因嫌纱帽小，致使所家扛，这是脂砚斋后来批他的结局，但那是很远之后的事。此刻他的纱帽还在变大，椅子还在变稳。薛蟠打死了人，带着英莲和母亲妹妹上了京，他们要去贾府。王夫人的妹妹带着儿女进京投奔，住进贾家。同一时间，林黛玉也已经在贾府住下了，一个从扬州来，一个从金陵来，2条路线在荣国府交汇。大观园还没有建，但他未来的住客正在一个个到齐。